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11点半美东时间开始，计划直播1个小时。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你们关心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已经秦朋友非常的准时啊。他问一个无人相机相关的 ACHR。我们今天计划直播1个小时，所以说时间还比较多。我简单说一下大盘吧，先说一下大盘，然后来分析一下他们的这个个股。大盘现在每天就是小步慢爬，现在这个节奏就是牛市的节奏，就是快跌慢涨。现在在日线上，我们从这个4835说过，可以是一个3笔或者3浪，也可以是一个5浪，因为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出现了一根毛刺儿，破坏了这个结构，但是大概化的话就是一个5浪，所以不论是3还是5，这个位置它现在这个节奏是慢的，仓位不能太多，因为它要是一旦一个快速下杀的话，都是一个很快的，因为这个毕竟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缓慢上升状态。我们再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从这个起涨点5767，从5767上来的话，也是带结构了，进入段，然后带中枢，然后离开，对吧？这个结构也是相对挺饱满的，所以说啊，它一个快杀的话，就可以直接杀回到中枢里面来，在这里快速震，或者说是直接杀掉这个中枢，然后走反向，也就是说在日线上，它如果说要回落一笔的话，那可能正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裸 K， 200天和120天刚好在5800，刚好是在一个整数位置。所以说这里如果说想再往上走的话，回踩一下做一个中枢再往上走，也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小步慢爬，但是现在主要涨的比较多的是啥呢？就是大的科技公司，这个七姐妹，像那个谷歌了、Meta 了、苹果了这些在涨，其他的小盘股现在并不明显。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不跌的话，这个大盘就是也下不来，对吧？有可能你发现指数是涨的，但是你手里的个股是跌的，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1小时让它这个结构也挺饱满了，有进入段，有离开段，我们也可以简单比较一下进入跟离开的这个力度。现在刚好是在0.5和0.618这个位置，对吧？也就是说，上涨的这段跟前面这段比较的话，是在0.618，等比例在6096。6096的话也没有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历史最高点应该在6147，在这里6147。所以说就看它怎么走吧。所以说，如果说以指数作为这个分析的这个标的的话，那么这里就是相应的。如果说指数要大跌的话，或者说要快速回调的话，那个股也会跟着来。所以说整体来讲，这个位置仓位的话需要控制一下。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秦朋友问的这个 ACHR， 他说是一个无人机相关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他问的这个票。那么这个票应该我们之前也分析过，有一些痕迹。我们把这个图形稍微清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大结构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的趋势。从这个2.82的话，应该是月线上这个起涨点，就是月线上有这么一个结构，一个123。那么这个公司它主要是经营的是设计、开发、制造电动垂直起降飞机的，主要是在为了开创城市中空中出行，就类似这种。那么这公司的话，现在就是低空飞行吧，有一个中国那边也有这么一个概念，叫低空飞行的概念股。
目前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在探索中，它的也没有什么领头的。不管怎么讲，这简单的说一下基本面。那大的周期上就是这个点位，它是3.03，也就是说它在月线上的话，它是一个123，对吧？这个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回落的不够一笔，这只有4个月或4根儿，所以还在这个2.82的上涨过程中。所以我们现在关注就是2.82上涨到现在这个14这里有没有结束？它完全是可以是这个123三维结束，然后3的内部又是一个123，类似波浪里面那个3浪3，或者说那个浪形大浪嵌套的小浪是这样。所以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2.82上来内部，然后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一个2.82上来，对吧？那么2.82上来之后，给了一个日线的一个二卖，日线的一个二买回落，这个日线的一个二买一个回落，这是一个大二买。我们之前测过这个，通过刚才那个黄金分割，它是当时是尝试跌破0.618，但是被快速拉回来了，就是类似一个传统理论管这种叫什么呢？叫破底翻，就是类似一个做了一个空头陷阱，对吧？做了一个空头陷阱之后快速拉回来，就是破底翻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现在在日线上是3段，然后还出了高点。sorry， 周线上出了这个3段啊，我们把这个重新切到周线上。现在周线上是3段，对吧？那么你一样的啊，区间套看一下这个周线的第3段有没有结束，看一下这个它的内部，也就是 5.48 到 13.92， 因为它这个周线上也是出现过一次回落，但是这个回落也不够比啊，那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上涨没结束啊，对吧？是不是上涨没结束，或者说是一个下跌的开始，因为它现在处于一个中阴的状态，它是在现在的周期是周线，在周线上它必须要再次突破 13.92， 或者说跌破 9.24 之后才有方向。所以说在周线上是没有方向的，你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那么再到日线上，就是利用区间套一点点降低周期。那么在日线上，它也是这个结构并不清晰，从这个起涨点 5.48 到最高点一次，然后有一次回落，但是这个回落之后也不够比，所以现在就这么个结构。我们把那个结构看一下日线上它怎么选，要么就是继续往上涨一涨，这里做一个日线中枢，看能不能够打高点，或者说再次跌破这个日线上这个底分型，踩一下这个120天啦，200天都有可能。但是现在表达的还不错，就是 MACD 现在是收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在0轴以上来一个空中加油往上走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迹象。所以啊，你的具体的这个不知道是想找进场点是吧？那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前面这里是尝试过一次反弹，但是被打掉了，然后又下来。如果说你是刚发现它，还是说是之前想进没进，就这个位置的时候有没有尝试？因为它之前这里它的次级别肯定是有3段了，对吧？你简单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个当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找到那个买点进去？我们看一下，利用我们的复盘。那么在1小时上，我们把这个先清一下，看一下这里有过一个上下上，对吧？这是做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所以我们现在就利用复盘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在当下那个位置找到9.24这个附近的这个进场点？这就是我们利用复盘的目的，就是你复盘来复盘去的目的就是看看它有什么规律没有，有没有说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复盘当然知道我这个位置应该卖，我这个位置应该买一点，这个位置应该更买，对吧？这跟马后炮没啥区别嘛。所以说复盘的目的是能不能够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在下一次出现同样图形的时候，我可以进场，而不是说只为了复盘。那么在1小时上，从 13.92 下来的时候，你看它的结构，这里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震做中枢，
然后开始离开，然后这个位置发现变化，一个3脉，在1小时上给了一个3脉之后，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这是一个绝佳的可以尝试的位置。你可能当时收盘的时候进不去的话，第二天它开盘的这个位置也应该进，对吧？因为前面的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呀，进入段，然后有中枢，然后还有3脉，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对吧？你这个位置没有进的原因，那就要找一找在当时这个位置为什么没进，或者没有配置1小时上的仓位的原因。你当时这个位置进了，现在就不是说在问什么时候进，而是应该先减了，因为它上涨的时候，它的内部又出现了这个饱满结构，对吧？那么现在什么时候可以买回来呢？那就看它这一笔的回落了，看它能不能到这些位置，到了这些位置之后，上面减的再买回来，它还可以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上，或者说是直接是一个1、2、3段也可以，对吧？所以这就是在出现结构或者出现结构饱满的时候，或者你一直盯着它跟踪它的时候，出现了你应该进场的位置，你进没进？问自己进没进？没进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各种妄念、妄想、恐惧造成了你没进场，对吧？那么什么级别配置什么仓位，这都是需要考虑的。所以说多做复盘的好处就是在这里，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敢不敢进，能不能够进得去，进得去也要出得来，不是说在这个位置我就1小时上不是说就满仓干进去，你要有想怎么出来的。如果说它继续，比如说我这个位置进去了，它但是又没有形成上涨一笔，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又把这个中枢打掉了，又把这个底分型打掉了，或者这个小区间打掉了，你有没有什么出场的策略啊？你能不能够承受它继续往下走的这个往下跌，或者你买在半山腰的这个策略等着你自己呢？对吧？不是说只能进不能出啊，你要又能进又能出才可以，要不然的话，你的这个策略就是不完整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因为它这个票并不大，盘子并不大，对吧？它的这个震荡的区间也是比较大的。你如果说了解并不多，又是只是一个炒作概念的话，你光干进去了，仓位特别大，然后又只想着涨不想跌，那你这个真的出现这种大幅下杀的时候，你是承受不了的。你说等久没等到，不要预设目标。我说的你预设目标那个要看当下的位置，对吧？当下的位置它可以任意位置，千万不要预设目标，对吧？你利用我之前说过很多次，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个位置也好，或者说斐波那契啊，什么均线，都只是辅助判断的一个工具。它这个120天是在9块钱，但是这都是辅助判断的，它可以是任意位置得到支撑，一定告诉自己当下是什么表达，而不是说你预设一个位置，对吧？那就怎么说呢？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缠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踪，就是一定是结合当下结构，而不是说预想一个位置，这个是一定要摒弃掉这种思想，因为这个思想，长期下来是非常害人的。我也是深有体会，尤其是在实际交易中，你这个预想一个位置或自己想的不要让你的脑袋乱了你的眼睛，这是禅师说的话，就是说你一定是看到了才去操作。比如说它没到9，你眼睛看到了它确实没到9，而不应该说我脑子里想的是9，然后你去影响你的实际操作。这就是禅师说的，不要被你的脑子、你的乱想、你的妄念影响了你的手上的眼睛上的这个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赵雷斯特朋友问 CRM， 还有另外一个 CRM 的话，这个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CRM 的话，它主要是一个什么呢？它主要是一个软件，或者说
看一下，它也是盘子比较大，它最近也是受益于这个 AI。它是云计算的一个软件公司，它主要提供的是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然后呢，它的这个品牌的认知度和客户的基础都非常强。然后因为这个 AI 也火了嘛，所以它也是把公司的很多东西就嵌到 AI 里面了。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大结构，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的，在这个季度上，从这个上来的话，还是一个季度上还是一个三浪，或者说第三段，所以这个126.34到最高点369这个段的话，你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所以说就是两个方向都要看，一要看126上涨没结束，下跌开始。跟刚才说的那个小公司，它俩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虽然说周期不同，但是你分析的时候方法一样。它必须要么是再次突破369，要么是再次跌破230，才在这个周期上才有方向，对吧？那么你在想操作的话，你就要降低更小周期，看一下月线上。那么月线上也是，这里月线上够一笔了。月线上现在是一笔上一笔下，月线上是有一次回落了。那么因为它季度图上这里是出现过一个大的顶分型的，那么大的顶分型之后，你就要关注这个月线上反弹这一笔就关键了。反弹这一笔能不能够再次突破369？不能够突破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月线大二卖，看它是不是要快速下来，还是说再次砸下来给一个二买，然后在这里做中枢，2次反弹确认。有可能还有一个趋势线，然后可以再下来，对吧？这就是它后期的一种情况。那么先做这一笔，先看它这个月线上反弹这一笔，因为月线上也是出现了月的底分型，然后这个回落也够笔了，看它这里能不能够生长出来。这就是230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进场依据，有底分型了，然后回落也够笔，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笔？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我们把其他都清一下。那么在这个周线上，这里这一堆 K 线构成了月线上那个底分型，但是它也没有结构。然后再看一下更小周期，更小周期上现在看的是日线上，那么这个结构就多了。我们把这个最高点给它断开，369这里。好的，我现在只关注369右侧这一些。那么在369右侧，我们把这个日线上的结构给它画一下。这里是一笔上一笔下，一个五浪下来之后，也是因为4月9号的 K 线，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二买，对吧？但是严格化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当时是一个五浪下来之后，然后开始一个大幅反弹，反弹之后也是跟随其他的，或者说它是也是一个123也可以，123、4，然后现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中枢，这里可以继续往上走。比如说到200天，对吧？然后可以再下来，所以整体它并没有脱离这个类中枢这里。我们把这个类中枢给它切出来，就这个区间它并没有完全脱离269到这个高点290，269到290这个中枢啊，它并没有完全脱离来。那这里是有一个小的日线上给了一个小的二买，那么现在反弹也够笔了呀，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看它能不能再往上冲一冲，马上要分红了，那么也没有现在它没有这个财报呀，或者没有分红，或者没有其他事件驱动的时候，这票的波动也不大，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进了的话，现在看它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就一定得有力度的突破这个中枢才行，然后一个回落，这是一个3买，然后可以再往上走。那么如果说它在这里不能够很有力度的上去的话，那可以在这继续震，可以继续往下走的，对吧？或者说轻轻的把这个高点打掉
296.05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周线上就构成一笔了，意味着前面是一个5浪下，然后右侧的话是一个3笔或3浪，然后可以继续走反向，可以这样子。整体来讲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你就按照结构一段段做就好了。然后再来看一下他问的这个 EOSE， 一个可能是一个做电池的是吧？一个能源的还是一个什么？一个小票，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结构。0.61最低点，它的前面其实是走的还挺有意思，月线上走了一个3浪，一个3浪之后出了一个最低点0.61，在月线这个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这就是你在大周期上怎么抓这个历史低点的，就是这种周期越大，那么它这个历史低点这个位置就是说越容易是形成一个大底。那么这家公司的话，主要就是业务是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基于这个Zenic，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打的能量储存的一个解决方案。它这个核心产品的话，就是一个主要一个电池了，用于这个公共事业、微电网以及商业、工业市场长期储能，比如说3小时到12小时区间的一个需求，以及支持可再生能源，并提高电网的一些韧性。所以它这个护城河呀，或者特点的话，就是它这个电池 Zenic 它这个它这个技术比较那个独特，与其他的这个主流的锂电池电池相比的话，他们这种电池，他们不使用稀有的矿物，成本比较低，就更安全，而且呢可回收性比较高。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护城河。那么好的，我们简单的就说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然后图形上就是现在这个月线上这是一个以下看它这个最低点在哪里，差不多都。然后这是一个月线上的结构很简单，对吧？我们就取这个最低点0.61，看它这一笔结没结束，周线上高量这个结构，这里是有过几次回落，这个回落的话有包含关系，但是其实也是可以当成一笔。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2、3，然后回来，然后又一个高点，这里就是有一个月线的一个中枢。那现在这个回落这一段啊，离这个中枢已经很近了，更大可能是也不知道，就是说更大可能这都是预测了，所以这种还是不要这种我这种说法也是一种预测心理，但是它这个其中的2周、3周吧，跌的是比较狠，直接从7.63就基本上快砸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所以，但虽然说现在是形成了周线形成这么一个结构，但是这个回落是不够的。就看这里，它可能是小周期上弹一下，然后力度不够强，然后再回来，基本上就是形成这个还没有脱离周线上这个中枢，或者更差的是直接就砸穿这个，比如说跌穿这个低点3.07之后，跌穿这个可以直接反弹，直接那个走反向。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它月线上已经够一笔了，月线上从0.61涨到7.36，这个已经很大的那个空间了，所以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呀，在月线上它是有这么一个结构的，它完全可以再回来到这个月线的这个低点来，再回到1块钱，完全是可以这么走的。这种小票那太正常了，就随便在这里震，然后再打一个低点都可以，对吧？说现在要预防它是不是要走反向了，那就是周线上这里有反弹，不行的话就赶紧出来。你也可以从这个最高点7.36这里测一下，看它这笔的反弹的力度。
如果说这些位置都到不了的话，那你就赶紧出来，因为它可能就要走反向了。好的，这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他问的 EOSE。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秦朋友问的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因为川普跟那个马斯克的互怼，造成了这是6月5号上周四的一个大跌，然后现在又回来了，两个人现在又这个都有缓和的迹象，对吧？现在川普的话也是忙于跟这个 LA 那边，你们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跟 LA 那边较劲呢。那么马斯克在他的 Twitter 上也开始转发一些那个川普的一些推文，所以说两个人的迹象有缓和，然后现在，但是在技术上我们之前说过一个位置，1小时上的话，因为它这一笔反弹是不够比的，那这个二买是在30分钟上，因为1小时这个周期跟30分钟它俩是几乎相同的，所以说你要么用30分钟，要么用60分钟都可以，因为在1小时上它这个反弹是不够比，但是在30分钟上是够一比的。现在这看的这个结构是30分钟的，这里30分钟下跌一个中枢，然后从这个位置一个五浪下来，5浪下来之后一个反弹，这就是当天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从273弹到305，这个是其实是我的建议，我可能我当时直播的时候也这么建议，这个反弹是不建议做的，因为当时是跌破了那个300那个位置，300那个位置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对吧？这个是很难抓的。如果说你没有说想长期跟他操作的这个想法的话，这个位置是很难抓。我当时建议就是做二买，二买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参照物，对吧？那么二买怎么能够抓到二买呢？其实1买、2买、3买都是不同级别的1买，所以你需要降低周期去其他周期找这个二买去。所以说这在30分钟上是一个完美的二买。那么这是在6月9号，也就是周一。昨天这个低开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尝试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它是我们可以测一下，当时是跌破了刚刚是跌破了一点那个0.618。你如果说一直盯盘的话，你发现它下不去，然后快速往回拉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可以尝试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的，因为它是一个二买啊，对吧？在30分钟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只要不跌破它的，它就是二买。你可能不知道它能涨到现在这么高度，但是这个位置进场做交易我是有依据的，前面有一个1买，我这里做一个2买，止损的话就是从开盘的这个位置到这里，我们可以测一下当时是多少的空间，4%点多，对吧？这个你如果说要做日内或做短线的话，这个是你需要承受的，这个止损的空间也不大，相对的，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有没有进得去？那么现在我们看它是出现了什么结构？因为它在日线上这笔反弹，这个是现在是只有4根 K 线还不够，看它能不能够反弹出一笔来。这个日线上反弹出一笔之后，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的话，那就会再下来，因为它这个结构在周线上有一个大的顶分型，就这里，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的顶分型，那么就是说日线上它如果说这笔反弹不行，强度或者说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小高点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二卖。所以现在就是这个273这个反弹还没完事儿呢，我们再回到30分钟上来，因为啥没完事儿呢？它这个没有背驰，现在我们看等比例在314，就这段离开跟前面这段比较的话，它没有背驰啊，而且现在基本上是有效站上了这个位置。我们缠论里面说，或者说一般的理论，传统理论说有效站上这个一个位置的话，是需要3根 K 线。30分钟上的话，就必须有3根30分钟 K 线在这个上面，现在有3根在这个价格之上，就说明它是有效站上，这是传统理论。在这个缠论，什么叫有效站上呢？就是一个次级别上去了，一个次级别回落，不跌破这个位置，叫有效站上。那你就需要到更小周期去5分钟、15分钟上看，现在都是以这种5分钟的结构往上走，那这是只是一个上升。它还没有回落呢，就是说对这个314还没有经过测试呢，它可以在小周期可以再次跌破它，那就是一个123412344，看能不能碰到这里，碰不到的话还有5，以这种小5浪的模式结束这个日线上的一笔。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那就是日线上那个二脉了，对吧？看它是不是这么走。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去跟的。那现在就看这一段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它的内部涨上来的时候，相对的走的比较纠结，没有那么凌厉。但整体来讲，有的话可以继续再拿一拿，它毕竟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落的时候。现在虽然说应该也没有顶分型吧，我们看一下价格，31564，这是57，没有顶分型的。你等它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明显顶分型的时候，先减一点，然后等这笔回落，看这笔回落的力度。力度如果说比较弱的话，连305.5都碰不到的话，再买回来还可以有一个小五浪。这样的话，等一个12345之后结束之后再说。12345之后就看这一段的回落了。如果说回落直接走的比较强的话，直接跌破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走反向，对吧？那这个位置就变成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日线的二脉。好了，这是特斯拉。然后看一下这位叫丁朋友问的一个 TOST。TOST 的话，这也是应该是没有分析过。看一下它的结构。这公司主要是什么呢？它是主营业务就是为这个餐饮行业提供一站式的云端技术服务平台。它这个产品呢和服务覆盖了这个，比如说你有一个餐厅运营的时候，可以覆盖它各个方面，销售点这个 POS 机的支付系统啊、支付啊、在线订购啊、配送啊、客户关系管理啊、员工管理、库存管理等等等等吧。它是这么一个平台，你只要开餐厅的话，可能是都会用到这个，比较就是效率比较高，而且很方便。那么它是一个集成了软件硬件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单单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如果说你个餐厅如果说一旦使用了这个系统的话，你想换它的话，那个成本就高了，那么这个客户的粘度就比较强，而且他们是专注于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它这个肯定是一个类似一个垂直的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大约呢在美国的话，大概有10几万的这个餐厅都用的他们家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客户群还是很大的。然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啥呢？就是因为它也是牵扯到支付嘛，像那个小餐厅也用的这 POS 机的是那个 Square， 就是现在叫 Block。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或者了解，就是这个 Twitter 的原来的那个 founder Jack Dorsey 的另外一家公司。他有2家公司之前，一个是 Twitter， 一个是这个 Square 或者 Block。然后呢，那个 Twitter 是卖给了马斯克，然后这个 Square 还是在他的名下。所以说他 Square 跟这个他们俩算是因为在支付嘛，支付解决，所以他们也算是一个竞争对手。其他的并不多。那么这是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基本面。那么在技术图形上的话，它上市的时候也21年9月份上市的，现在这个月上结构并不多，但是比较清晰。这个月上是基本上是一个12345，对吧？虽然说这个5这个只有3根或2根，但是不影响这个结构，它完全是可以一个五浪，或者这个5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上涨一涨，让它更饱满一点。所以这是一个，或者说是什么呢？或者说这是一个123，然后呢这里可以回落一笔，因为它这个结构没有完成啊，这个上涨没有完成，它可以重新生长，因为它现在已经打了一个高点了，就是上一个月打了一个最高点，它完全是可以第3笔到这里延伸到这里，然后这里回落成一笔，新生成一笔，那么你就需要修改你的这个画图，也就是说这里重新出现第4笔或第4浪，还可以重新生长出新的一笔来。
之所以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未完成结构。所以说，那你就要看一下它的这两个高点，一个是44，一个是28，就这些 K 线的那个内部能不能够出现我们刚才说那种情况。把这个图形重新再纠正过来，这个是月线的，这也是月线。好的，那么的话就把它都嵌套到其他周期上。那么在月线上，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有一个5，或者说是一个4没结束，或者3没结束。3没结束的话，就是从这里一个生长没结束。那么在这个更小周期上，这里有过，我们把这个周线上的结构给它画一下。从这个起涨，直接一笔到这里，一个回来，然后再上去，但是这个回落是不够的，直接到这里，然后再次回来，又上去又下来，周线上就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周线上这个结构，它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这个中枢它可以是一个完成的，就是说从下面这个最低点，我把最低点的一个价格也给它标出来， 13.8 或者 13.77 是最低点。它 13.77 上来这个结构已经挺饱满了，就是1、2、3浪一个进入，然后开始做中枢，然后还打了一个高点，主要关键的就是打了一个高点。打了一个高点之后，它这个结构已经有进入段、有离开、有中枢，它已经很饱满，这个结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直接走反向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看它现在这个 28.12 上来这段的延续性，它现在延续的并不强，表达的并没有很强。MACD 的快慢线跟前面比较，因为它这个是有离开段了，对吧？你是针对这个中枢，我是有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的。快慢线的位置、柱子的面积都弱，所以说这段的偏弱。如果说这个偏弱的话，那就是看它能够回来。比如说这里再回来一笔到这个周线中枢的中轨这里，38、39这个位置，回来一次之后，看能不能够再上去，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上涨的力度是已经开始偏弱了。那么，你可以先减一点，这里先减一点，等待这里有效的一笔回落。它也不一定是踩到中轨，可以不到中轨任意位置，看它能不能够再上去。如果说杀的比较深，那你就小心了，它是不是看它要走反向？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3结束了，开始走月线上那个4的回落。看一下这个日线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段，那么这里也是有一个回落，我们把这个日线上给它画一下，这里是有一次回落，然后再次上去，1、2、3、4。所以现在就是它这个已经明显的出现一个日线的二脉了，对吧？这个位置要减一减，看它这笔回落，1、2、3段之后，最好是能出现一个盘整背驰。那么这样的话，这个3笔就构成了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上那个二买，或者说周线上那个中枢震荡那个买点，就是这个买点，这个买点要买回来，它可以再上，也就是3还没结束，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月线上那个大3浪还可以没结束。我们再来看一下月线，也就是说这个从13.77可以是这个没结束，或者说是28.12的5也可以，就看它怎么选。你要是选择往上走的话，那就是这个小5浪，1、2、3、4、5，月线的5浪往上生长，看它能不能够生长出，主要就是看它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笔来。因为现在只有3根 K 线，它如果说再能生长出2个月的话，那够一笔，那就是走的小5浪。如果说选择往下走的话，那就是这个3到这里了，然后开始做它这个月线的4浪回调，就看它怎么选，对吧？所以说就是先要减，等待这个回落。那么回落之后，看它这里能不能够出现盘整背驰，然后这个位置可以参与周线上那个中枢震荡。如果说它直接这样走的话也可以，那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月线的新的4浪回撤。
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 Toast。那么现在还有20分钟，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大家可以继续提问。我们可以说一个比特币吧。比特币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它的这个结构，从74420这里的话，它是一个1234，这个4的回撤。我跟这个会员朋友分享周末漫谈的时候说过它，然后应该是之前我们在上周做直播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位置是一个完美的利用这个点位能够抓到这个位置的，正好是一个回落到这个位置，然后它的结构也是非常饱满的，所以这个5是好抓的。那么正好是现在是一个1、2、3、4、5一个5浪，这个5浪现在看它有没有结束，它的这个内部并不够很饱满。这是有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的话，其实只有3根，所以这里就看它这个能不能够往上走一走，或者说能不能再次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突破之后的话，那就是一个1、2、3、4、5。如果说不能突破的话，就是在这里做中枢，看能不能再选，对吧？那这个现在刚好是 MACD 处在这么一个要交叉没交叉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力度现在没有给到。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4小时。那么4小时的话，现在是有希望这里是1、2、3，有希望这里回落够1笔了。前面是有过回落，但是在4小时上是不构成1笔的，所以说它是1小时上这里有一个小中枢，然后开始出现一个回落。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是不是这样。那么在1小时上，这是做了一个完美的中枢，然后它好像还给了一个300。我们看一下这个1小时给了一个正好回来了，刚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你这控盘控的，刚好砸到中枢里面来，完美的回到里面，然后开始拉升。所以这个拉升这段应该是没有出现背驰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进入跟离开，在这个结构上，刚好是打了等比例这个控盘太厉害了，看到没有？这个1小时的进入段跟离开段刚好走了一个等比例，然后出现回落。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些机器人也好，或者说按照这算法交易的这帮，全都是需要这些工具的呀，对吧？这些工具你只要学会了，你也能够卖在这个位置，你可能卖不在110651，你可以卖在110，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说，学一点技术分析没坏处。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这个回落，现在这个回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测它的这个回撤的力度，刚好是踩到了0.382了，现在也出现了1小时的底分型，看这里能不能够顶得住。那么针对它的话，还是1小时的小300，看它是不是能够再次上去，还是说在这里做中枢之后再上，对吧？为什么我说它的结构不饱满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只有一个中枢，然后这个回落的也不够强，但是它这个要等它收平，它也可以把这个1小时底分型打掉，可以再往下沉一沉，沉一沉之后，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都是300，那看它是在这里做还是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看它能不能再起来，对吧？所以说这个1小时上就关注它这里这一笔回落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好的，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比特币，因为这个离这个历史最高点已经很近了，它这里一定要有非常强的力度往上走，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往上追啊。这样的话，它涨得越多，那么这个追的人也就越猛。所以说一定要有力度，没有力度的话，那就可能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能不能够再这样？现在就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丁朋友问了一个 RKLB， Rocket Lab 做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这个周线上有这么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公司。
这公司也是啊，这公司我们之前分析过，我们当时说这里做了一个在下面做了这么一个平台，然后还打了一个最低点，这种是典型的这种如果说能够抓到这个大底的话，那是非常爽的，因为它这个结构非常的教科书的一个结构。那这家公司呢是一个美国的私营的航空航天制造商。以及小型卫星发射服务提供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他们公司发射能力和这个是美国第2高频次的，那么第1的肯定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了，它是第2个，稍微小一点。但是现在，因为之前马斯克跟那个川普撕逼的时候，那个 NASA 召集了当时一些其他公司，因为他们也担心，如果说全部只依赖一个马斯克的公司的话，可能危险性比较大吧，所以说他们也需要其他的小的公司来替代。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出现那种情况的话，那这些公司就有发展性了。所以说，相应的，也是一个替代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周线上这种结构，我们如果说能抓到这个位置，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的走的非常的那个有节奏，对吧？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大周期上的一个盘整背驰，就是这个离开段跟这个进入段是有背驰的，造成了这么一个买卖点。如果说你一直跟不住它的话，那你可能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起来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要研究基本面，然后长期做的原因就在这里。要不然的话，你是抓不住它的，吃不住它。你不了解它的基本面，你也拿不住啊，对吧？那么它这个回落的话，反而是一个2-3买重合的周线的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大买点。这个17.41，14.71。你如果说从最低点测一下看看，刚好是踩到了0.382，0.618，对不对？这是你说它回落的多有技术，所以说2-3买重合，这种出现这种买点呢，是宁可错你也要尝试。2买的话是针对前面的1买是2买，这个3买怎么来呢？因为这里是有个中枢的，你可以把前面的中枢借用过来，那么这个回落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就是3买，所以说它是一个2-3买重合的买点。那么2-3买重合的买点，你宁可进错了也要尝试，因为它后期的力度是大的。那么从这个2-3买重合的这个买点17.1之后，我们看它现在是快到前面的历史最高点了，或者说回到前面的高点，它出现了这个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嘛，对吧？它出现这个有小幅的回落也是很正常。那么我们就看它这段的一个内部，那么它可以是再次，因为现在周线上还没出现顶纹型呢，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再次突破33.34，那就会出现一个周线的大背驰，这个你要注意了。如果说再次突破33.34的话，你看它这个 MACD， 因为如果说能够突破33.34的话，那么 MACD 的这个位置肯定会出现背驰的，那你要注意是不是这段就结束了。结束之后看它是不是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上也可以。那周线上的一笔回落需要5周呢，对吧？5根 K 线嘛，最少5周。那么这个能避开还是要避开的，这是再次出现高点。如果说只是到这里就结束也可以，那就看在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因为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做这个中枢再上去也可以。所以说就看这个14.71涨到32这个内部，我们把这个清一下。可以是一个，我们之前分析过这个，可以是一个1、2、3、4、5了。为什么说可以说呢？这个5也是，好像跟刚才分析的那个 Toast 也是一样。我们说那个 Toast 是月线上是一个1、2、3、4、5，但是这5没完成。它这个是日线上的一个1、2、3、4、5，然后这个5没完成，那么方法就一样了，对吧？
虽然说周期不一样，但是方法是一样的，要么是再次往上走，就是这个5没结束，要么呢，它要是先回落一笔的话，就是3就到这里了，然后看它是出现一个日线的一个4的回撤，那方法就一样了，我们就不重复了，毕竟这个时间还有限。那么具体分析的话，你具体操作的话，你说 EMA 21进场。是大概这个位置吧，对吧？像这个位置进呢，不要设定预期目标，等跟踪它什么位置都可以的，它完全是可以砸到这个120天这里也可以啊，对吧？这样的话就3到这里，4到这里，然后开始有5也可以，最好是不要碰到这个23.77。如果说碰不到3.77，就是3到这里，然后这是新的4浪回撤，这就1、2、3、4，然后可以在这里做一个5，然后上去也可以，或者说直接一个打个高点的5也可以，就不要去预测一个点位，那么就看它这个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现在它也虽然说出现了顶，它也是可以这一个5没结束呢，它只是一个中继的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具体怎样的话，要去具体去跟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秦朋友问的谷歌，谷歌的话也是，它这个结构其实非常有意思。你说有一个新的利好是吧？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我也看到那个新闻了，说是 OpenAI， 虽然说谷歌跟 OpenAI 他们都是竞争关系，但是并不影响，OpenAI 要用谷歌的这个云服务。那这个。在这儿 ，OpenAI intend to use Google Cloud， 要用那个这个谷歌的云，所以说造成了谷歌的一个快速上涨。但是它的结构其实挺有意思，我们之前说过谷歌这个，我们再重复一下，也是它这个起涨点83.45这个结构，这是进入段的话，这是一个1、2、3、4、5段进入，然后开始回落做中枢，然后再次离开，然后又被拉回来了。虽然说拉回来很强，但是并没有脱离周线这个中枢。现在就看它这笔反弹，对吧？这是我们之前画的，快到这个0.618了。如果说不能够强势突破0.618，如果说能强势突破0.618，那就是左背转，再次突破208。所以说在这个大周期的结构就是看183.75。这个附近有没有阻力？因为它这个日线上这段的结构已经挺饱满了，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上，也就是从这个142这里进入段，这个谷歌也是各种消息的一个，这是在5月7号这天，一个当天是跌了7.5%，我还记得当天那个消息是啥呢？是好像说是苹果手机不打算用谷歌的那个搜索了，造成它当天跌了7.5%。但是这个跌下来刚好是构成了周线的这个中枢，形成了一个结构买点，这都是2买呀。针对前面那个142，这都是2买，对吧？所以说对好公司来讲，回落反而是你进场买入的机会，而不是说是应该割肉的位置。那么它做了一个中枢之后又往上走，然后又给了一个3买。从这个178这个回落，我们之前说过，它这里刚好有2个均线都顶在这儿，所以说这里是有压力的。它在这里大概是沉了能有1个礼拜多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回来还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发现没有？刚好是形成了一个日线的一个3买，形成3买之后再次往上走，所以说它这个结构走的是非常的。你如果说一直跟踪它的话，你是都能吃到。我们看当时的这个回落的位置，刚好是踩到了0.382，看到没有？从149这个上涨，这个回落刚好是踩到了0.382，就很浅的一个回落，然后出现底分型。你如果说一直跟踪它，又给了一个明显的3买，然后这笔回落也够比，又出底分型，它的内部又有结构，你这个位置进不进，对吧？这个3买，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是应该进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3段了。那你要看这个第3段什么时候背驰，什么时候结束，你也可以
测一下这个力度，现在应该是在快到0.618了，就是这个的上涨，看到这个还是说能够再次往上走到195。如果说能到195的话，那就走那个微转了，也就是说周线上它可能就突破了0.618了，就是这个从最高点的一个回落的0.618，对吧？那就可能是其他的一个什么消息刺激。现在就看这几个位置，正好这个0.618在184，也是在周线的那个0.618，对吧？但是呢，它现在连日的就是第3段的顶分型都没出现，所以有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拿了。你一定等它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的时候，明显出现要反转的时候才开始减都来得及。所以说，针对这个谷歌的话，就手里有的话肯定是耐心持有。这是针对这个谷歌。然后我们再看一眼，还有3、4分钟，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你这个300抓到了是吧？非常好，非常好。学理论嘛，我们就是要用的，不一定要抓到拐点的位置，就一点不差的位置，但是这个结构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尝试，尤其是这个公司，这种科技公司、大科技公司。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会让你害怕呀，会怎样，会刺激你拿不住。但是分仓嘛，其实简单的方法就是分仓，分批进，分批出。一次不拿不准的话，就慢一点，买一点卖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更有效，这样也不至于踏空，尤其是对你长期看好的这个公司。那么还有3、4分钟，2、3分钟，我们看一下这个 VIX。你们也可以继续提，如果说那个提问的需要时间并不多的话，就是公司并不分析起来并不复杂的话。那么这个 VIX 的话，也是我们之前说这个它这个 MACD 一直没有明显的起来，对吧？造成了它现在起不来，但是呢，有可能是在这酝酿呢。那么跟我们刚才分析那个指数，我们也说了，指数那边的话，因为是在一个5浪的一个小5浪，或者说是一个小3浪，指数那边是要么在这里，要么在这里，说明这个仓位不能太大了。它随时一个快速杀下来，那这样的话它就可能就起一下，对吧？就不知道什么刺激，但是图形上现在给到的是它在这儿是憋大招呢，有点憋大招的意思。最好是能够，但是它这个下来之后，这3段明显有背驰啊，所以说它也下不去。你发现这个也不往下走。也就证明了我们在指数那边看到的那个慢涨、缓涨，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指数那边你的仓位就稍微的要降一点，就是仓位不能太多了，因为这里一个刺激可能就直接就它给你来一个大的一个上涨，是这样的，因为它毕竟这已经在这酝酿一段时间了。那么有消息那帮人可能都已经在里面埋伏了。但是不是说要我们也去做对冲去，而是说只要不出现明显变化的时候，你发现它一起来的时候，它会非常强烈的这种，尤其是这种它已经压抑了很久了这种背驰的时候，就是尤其大周期一定得大，周期一定要大，比如说日线以上的周期出现这种结构的时候，它这个压在这里就跟弹簧似的，越压越紧。那么它弹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力度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强，你能第一时间就发现它，不会错开的，这种你是错不开的，所以需要留意它。但是呢，没有表现的时候，它可以阴跌的，也可以，它这样可以一直阴跌也可以，所以没有表现的时候也可以不动，它一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或者说你可以设一些这个关键点位的一个触发也可以。但是呢，不是说你在它没有表现的时候你也不要动，这就是我们说的，要跟随的原因就是不是要预测一个位置，对吧？好像说啊，我现在说它背驰了，我可以这个预测背驰，然后我这里就大仓位的进，但是你这个进去了，它可以一直阴跌，你最后可能也判断对了，但是等到你判断对它上来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早就止损了。所以说我说的是，没有多头明显表现的时候，
那就不要动，我们要等待它出现多空明显变化的时候，我们再进，一定要出现那个明显的表达才可以。就多空一下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状态，它是可以这样一直在这里非常明显的、非常不明显的这里震，然后突然一个这个快速拉升，你就知道了，立刻就转势了。这个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追进去，所以说一定要的这种变化才可以。好的，那么的话，我们的今天分析、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